在美国枪迷心中，真正配得上经典传奇的弹药，非.45 ACP 莫属。自1904年诞生以来，它始终是最受欢迎的手枪弹之一。也正因如此，市面上适配.45 ACP 的手枪层出不穷。那么，在众多.45 ACP 手枪中，哪些才是公认的经典之作？它们又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设计亮点？接下来，我们将从历史传承和实用性能两个维度，为大家盘点10款全美最受欢迎的.45 ACP 手枪，一同感受这枚经典弹药背后的枪械魅力。第10名，史密斯威森 MP.45 Shield， 它能发射.45口径重弹，却比多数9毫米微型枪还小。MP.45 就是这么前卫。传统观念里，.45 ACP 多用在像1911这样的大块头手枪上，但这款枪打破常规，成功把大威力弹药装进了只有30毫米厚的微型手枪中。它的扳机行程短，出枪快，特别适合便衣执法和民用防卫。不过，这把枪也有争议，7发弹匣容量较小，紧凑握把搭配大后坐力，操控难度较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的定位模糊，是主力武器还是紧急备用，始终处于尴尬地位。第9名 ，Ruger S2 1911，这是一把美国鲁格公司生产的1911手枪，全钢结构，5英寸枪管，标配7发弹匣，空枪重1公斤左右。它不带光学瞄具接口，也没有皮轨等花里胡哨的战术附件，但就是靠着稳定、做工扎实，成了现在美国民用市场里卖的最火的一款1911手枪。这款枪是 Ruger 公司2011年推出的，当时刚好赶上科尔特1911手枪诞生100周年。虽然没打什么纪念牌，但这款枪一出就被不少老玩家称作是最正统的1911。它保留了单动击发、手动保险、经典握把角度这些味道十足的老派设计，但加工细节更现代，做工在$1000这个价位里算非常有诚意的。当然，不上战术导轨，跟不上现代双排弹匣设计，也引来不少吐槽。但它就是靠一种我不跟你卷，我就做自己的姿态，冲进了2025年最佳.45 ACP 手枪榜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 S2 1911是在 Ruger 美国自家工厂制造，零件几乎全部本土生产。你说贵也行，但它贵有贵的道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要是真讲1911性能拉满的战斗型选手，你得看看排名第8的这位，一款专为精准射击比赛而生的.45 ACP 手枪。第8名，科尔特金杯冠军版。科尔特金杯冠军版系列最早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，起初就是为手枪比赛打造的竞赛级1911手枪，后来不断改进，加入 Match 级别扳机、轻质拉机柄、国际竞赛级别的枪管等配置。这把枪可以说是民用1911的天花板，但它的缺点也和优点一样明显。第一，这把枪本来就不是为了日常携带或实战用的，没有皮轨，没有模块接口，弹容量小，加上1.1公斤的重量，拿着它街头防卫或战术使用，反而显得笨重而不灵活。第二，这种比赛枪通常对弹药非常挑剔，必须配合质量一致的标准弹才能发挥最大精度。换句话说，普通子弹打它不一定能看出它的水准。还有一点争议是它的价格，定价在$1400以上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款不一定适合新手，但绝对吸引发烧友的产品。你可以说它贵，但你不能说它不值。第7名，斯普林菲尔德 XD。XD 虽然顶着斯普林菲尔德这个美国大厂的名号，但其实它的出生地在克罗地亚，原名叫 HS2000， 是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一款军警手枪。直到2000年代，斯普林菲尔德把这款枪引进美国市场，重新命名为 XD。没想到一炮而红，不仅打开了.45口径市场，还逐渐变成了格洛克在美国的有力竞争对手。XD 定位更像是一把给普通人用的.45 ACP 手枪。这款 XD 配的是4英寸枪管、9发单排弹匣，整枪重量约830克，比1911轻不少。扳机拉力大约在6.5磅，打起来手感类似格洛克，但握持感更饱满。不少用户评价不是特别惊艳，但没明显短板。
不过你要是预算$1000以内，又不想碰格洛克，斯普林菲尔德 XD 依然是一个闭眼入不踩坑的方案。也正因如此，它成了美国不少民用防卫新手的入门首选，尤其在中西部和南部州的销量长期稳居前列。现在的手枪一出厂就标配光学瞄具、皮卡汀尼导轨等战术附件，更像是在堆砌装备。但下边这把捷克造没那么多花里胡哨，它专注一件事，打得准，控得住。第6名 ，CCP10F45 手枪，这是捷克 CC 公司推出的 P10系列中的.45 ACP 版本，也是 CC 首次尝试将经典的 P10平台扩展到大口径领域。结构上，它和格洛克一样走的是机针机发、聚合物枪身模块化设计，但在细节上更讲究手感与实战稳定性。标配 5.1 英寸长枪管，提高初速与精度，但容量13+1发，已经逼近双排.45 ACP 容量极限。握把角度更直、更贴手，比格洛克更好控枪。因为外观朴实无华，却非常可靠，在美国它常被称作捷克格洛克，尤其在后坐力控制、连发稳定性方面非常出色。当然，它也不是十全十美。CC 市场知名度在美系品牌面前仍显小众，配件生态不如格洛克、史密斯威森那样丰富，很多战术灯、快拔套需要专用型号。价格方面，通常在$600至$700区间，性价比非常硬核。如果前4款是讲究实用主义，而后边这6款就是为应战而生的狠家伙，直接把.45口径推上了火力精度经典的巅峰。第5名，西格绍尔 B220。如果把前几款比作年轻的战术新兵，那这把西格绍尔的 P220 可能更像是一个站在后排却让所有人安心的老兵。它诞生于1975年，原本是为了瑞士军队打造的制式手枪，代表着那个年代对可靠性与精准度的极致追求。而在进入美国市场后， P220 并没有追求什么爆款外形或战术挂件，而是靠着一种机械感十足的信任感，赢得了执法、军方与民用市场的长期青睐。你可能想不到，上世纪80年代到今天，仍有不少特警、联邦执法人员选择它作为主副武器。P220 是一把全金属结构的手枪，枪重约960克，带有传统的双动单动击锤机制。听起来似乎老旧，但在真正的用枪人眼里，这反而意味着稳定、精准，不易出错。P220 的扳机非常干净 ，SA 模式下清脆，搭模式下手感线性。退膛机结构设计极其顺畅，几乎不会卡壳。它的击发机制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你在需要它开第一枪的时候，它从来不掉链子。它确实没有聚合物枪那么轻，但这种重量更容易压住后坐力。而接下来的第4名，则是另一种路线，一把靠私人定制和赛场高命中率冲出重围的比赛级手枪。第4名 ，Para 美国专业定制型手枪。Para 手枪是一款主打精准射击与定制化体验的竞赛级1911手枪，堪称为靶场而生的精准利器。从基础设计来看，它延续了1911系列的经典框架，但骨子里透着竞赛基因。采用比赛级斜坡枪管，配合精密膛线加工，为精准度打下基础。配备 Match 级别可调扳机，扳机力可低至3至4磅，行程短且复位干脆，扣动时几乎没有多余虚位，对追求一扣即中的射手来说极为友好。作为定制款，它的细节充满个性化，双侧拇指保险，方便左右手操作，弹匣释放按钮可根据习惯调整位置，甚至连握把纹路的深度、扳机形状都能按需定制，满足竞赛选手对人枪合一的极致追求。不过，这款枪也带着明显的竞赛烙印。40盎司的重量对日常携带来说偏沉，更适合固定靶场使用。定制化配置让它的价格偏高，远超普通自卫手枪。而且，为了追求极致精度，它的可靠性调教更偏向精密环境，在沙尘等恶劣条件下，故障率比军用级手枪高出很多。第3名 ，AFAN-X45 战术型手枪。AFAN-X45 是比利时 AFAN 公司推出的一款大口径战术手枪，专为需要火力与可靠性双在线的场景设计。从基础参数来看，
它主打.45 ACP 口径，标配15发大容量弹匣，扩展弹匣可达17发。这个弹容量在.45口径手枪里相当突出，彻底打破了大口径低容量的刻板印象。可靠性是它的另一张王牌。Afan 的冷锻枪管加闭锁机构技术，让它能适应各种恶劣环境，沙尘、泥水、低温测试中，卡壳率远低于同级别手枪。对执法人员或特种部队来说，这种不挑环境的特质意味着关键时刻不会掉链子。不过，它也有大块头的烦恼：38.3盎司的重量加上15发弹匣的负载，不适合长时间隐蔽携带。5.3英寸的枪管虽提升了精度，却让它在车内、狭小空间等场景下出枪速度略逊于紧凑型手枪。但不可否认 ，Afan X45把大口径火力和战术适应性平衡得很巧妙。第二名 ，HK45 战术手枪。HK45是德国 HK 公司在.45口径战术手枪领域的精工之作，从骨子里透着德式严谨与实战基因。在沙尘、泥浆、低温循环测试中，它连续发射500发弹药零故障。枪管内膛的镀铬工艺让磨损率比普通手枪低了至少30%。对特种部队或战术执法单位来说，这种极端环境下的稳定输出比参数表更有说服力。不过，它的德式硬核也带着门槛，近1.1公斤的重量让日常携带有些吃力。.45 ACP 弹药的后坐力加上硬朗的扳机反馈，新手需要至少500发练习才能驾驭。有人调侃，这枪像德国汽车，精准但不容错，但你得懂它的脾气才行。第一名 ，Ruger American， 榜首之位的硬核底气 ，Ruger American 为何能稳坐第一？作为鲁格2015年推出的作品，它延续了品牌平民化精准武器的理念，售价仅为400-500美元，性能上却堪称标杆。全枪长188毫米，空重737克，在.45 ACP 口径中算轻量款。搭载5英寸冷锻枪管，配合1:16膛线缠距，15米内弹着点散布仅3.2厘米，精度远超美军 M1911的4.5厘米标准。对比同级手枪，优势明显。扳机拉力5.5磅，比格洛克17的7.7磅更省力。聚合物套筒作用，玻璃纤维增强尼龙，抗冲击强度提升30%，零下40摄氏度低温下能连续激发2000发无故障。而史密斯威森 MP 系列在同等条件下1200发就会卡滞。更关键的是全场景适配，军警看重它大弹容量和战术导轨，民用市场青睐它价廉物美。竞赛新手也能靠渐进式扳机快速掌握精准射击。这种跨军用、民用、竞技领域的全能表现，让它以15.8%的市场占比登顶2023年北美手枪销量榜，远超第二名格洛克19。从理念到性能，从价格到实战 ，Ruger American 的榜首之位实至名归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您认同这个排名吗？您心中的第一又是哪款？欢迎评论区交流。您的支持是我持续创作的动力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